环球大战线深入世界最前线，全球各地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思敏。我们欢迎前立委蔡正元蔡委员。思敏好，大家好。前国安会副秘书长杨永明老师。思敏好，各位朋友好。前海军舰长吕礼士舰长。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观众朋友，今天持续赶快来看到的是这个礼拜的最新的进度。中俄现在联手剑指日本东京。那么我们今天也会特别来关心到的是辽宁号正式的突破到了整个第一岛链哦，包括了歼15在这边狂飙起降，大家在猜说这个过去的黑船阴影是否再次的降临？日本现在也全面备战了，把它的军事费用拉到史上最高，战事是否一触即发？赶快来看到今天的3个火线话题，我们会请来宾来帮我们特别做解答的。今天我们会特别来看一下辽宁号的轨迹哦，突破了第一岛链之后直指东京，包括了其他的武器歼15起降次数非常的多，中俄是在对日本下战帖嘛。第二件事情是我们来看到，包括了中俄现在它的轰炸机也都掠过了东京跟横须贺，配合的包括了辽宁号跟055大区现代版黑船事件是否重新上演。最后今天也会来关心到日本紧急的全面备战了，国防预算创下史上最高，但是重点是中俄都已经逼到日本的家门口了，东京这个时候努力还来得及，而且撑得住吗？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都会一起的来做关心。我们赶快来看到是日本防卫省这边最新再次的公布了中国大陆的航母辽宁号一连串的轨迹。我们看到从其实12月5号沿着这个红色虚线，再到一直到12月12号，这个是日本是中国大陆的辽宁号航母它这个走的一个路径图。那么日本在这我们可以看到它在这个周边走了这样子的一圈。我们来看到他怎么说呢？他说辽宁号从宫古海峡出发之后呢，就突穿了第一岛链，对日本持续的示威，一度还指向了东京，之后就往太平洋的深处继续的前行。辽宁号在太平洋的海域这边，重点是大家在观察它实施了260次舰载机、战机和直升机的起降训练，这个数字他们说是罕见，非常的多次。防卫省官员也说了，中俄这时候还包括出动了他们的战略轰炸机，一起在日本的周遭进行了一个演习，给日本极大的压力。来看到学者怎么说，林颖佑教授说呢，辽宁号这个时候是意图借此来实施的是它的炮舰外交，达成警告日本的目的。所以节目一开始要特别来请教委员怎么看了中俄的轰炸机，再加上辽宁号这时候剑指东京，这一种被学者称为是炮舰外交，是已经重现了当年1853年美军舰队驶入东京湾的那一起黑船事件吗？中俄对日本的炮舰外交可不可能成为未来的一个新常态？委员怎么看？这个完全不同啊！我们来看看1853年美军率舰队进入这个日本东京湾啊，因为什么黑船事件，黑船是铁壳船的意思，因为在日本人早期的想象中，船是用木头做的，没想到用铁做的，所以他们把它称作黑船。这个美军到东京湾干什么？就是要把美国货卖进日本，那也希望日本货能够卖到国外，这是标准的一个国际贸易事件，用武力打开贸易的这样的一个策略。而在1853年这个黑船事件后，只隔41年，到了1894年，日本就有能力发动甲午战争，而且还把中国的北洋舰队击败。当时中国的北洋舰队号称是亚洲最庞大的舰队，结果呢，就在日本的这个一场战争底下彻底败下阵来，也把中国的自信心败到谷底，所以中国就一路下滑，一直到了1950年代啊。那这样的一个历史的事件跟现在有什么不一样？这个其实我看了下，我认为中国、俄罗斯并没有想要跟日本进行什么外交，所以谈不上炮弹、炮舰外交，连外交都不是。主要是什么？要来遏制日本的军国主义，以及遏制日本的武力再起。这什么含义呢？因为高市早苗自己讲的，他要对台湾海峡如果发生战争，他就要怎么样？要出兵。换句话说，如果武力发生在台海，你要出兵。那平常如果两岸要和平，你会不讲话吗？这个是一个基本的国际政治逻辑，说你日本认为你有权利、有能力可以干预两岸的问题，那对中国大陆当然是可忍孰不可忍。
所以以中俄两国现在的关系啊，对于日本这种企图用武力介入周遭事务了，当然会有高度的警戒。所以这一次啊，我觉得很客气啊。你看哈，他辽宁号啊绕到了那霸以后呢，就往右转到太平洋，然后好像那边有夜市的样，跑那边夜市吃个小点心，砰砰砰回去打卡了。他根本都没有跨越到奄美大岛以北啊。甚至还没有到这个马尾岛、种子岛都没有。马尾岛干嘛？是他们日本正想要做一个航空母舰舰载机的一个起降训练的陆上基地。到东京湾还早啊，是，更不用讲说到横须贺外港啊。所以表示这个只是初步而已啦，所以既非外交，亦没有炮舰，只是一个很简单的初步的起降训练。一定要到了中俄的这个轰炸机飞到东京外海，才可以说是真的在对日本产生这种军事上的压力。那辽宁舰也是一样，它是起降单纯的起降训练，似乎中国大陆也没有意思要把它这次的中日争端提高到军事上很高的程度，看起来似乎也都没有，所以算是相对的温和，甚至我都嫌它有点的温吞。好，这一次我们看到中国大陆的这个辽宁号一系列跟中俄之间的动作，是给这个日本一个在军事上面扩张的一个正式警告。那面对确实现在看到辽宁号的逼近，日本也迅速做出了反应。日本做了什么？我们来看到在军事上面，九州的福冈基地是紧急出动了12架。他们画面上看到的 F2的战机升空来做拦截。那从网络上面的照片，我们可以看到说，疑似呢这些战机都有挂实弹，总数这边做统计是达到48枚的反舰飞弹，包括了 ASM-2 的反舰飞弹，还有多枚近程空对空飞弹。但是这个 F2要面对眼前的压力，还包括来自于大陆解放军，你在这边太平洋有它的歼15跟055大区，日本硬碰硬，还有胜算吗？舰长怎么看？其实我们看到这个 F2的这个战机啊，它加挂飞弹。那其实如果按照这个新闻来源它所公布的照片，应该就是这个样子啊。那它这个是实际上12月9号拍摄的。那大家觉得好像，因为这个就是我们讲到的ASM-2的这个飞弹啊。可是呢，如果我们看到第4张照片的时候，我们就一样看到了这个飞弹，而且他把前面的这一个导引头的这个护罩拿掉，但是它其实是摆拍，如何见得呢？因为我们看到后面有一个起飞前拆除的这个飘带还在上面啊，所以当我们在看这些照片的时候，其实它就是标准的一个摆拍。那如果说对于日本自卫队来讲，他们更头痛的可能不只是我们讲到说有关于舰载机的部分，其实还有军舰的部分。因为军舰到底从哪来？如果我们这样看的话，也就是当初穿越宫古海峡的时候，其实并没有带着901的综合补给舰。可是呢，当我们看到12月8号的这个位置的时候，它就已经出现了这个901综合补给舰。可是那我们刚刚讲南昌舰，也就是055万吨驱逐舰不见了。那也就是说啊，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情况呢？也因为日本它的又碰到了中日的这个联合的战备空中巡航，然后又碰到了这一个辽宁舰的一个状况，其实它根本没办法让。无论是在东岸或者是在靠近日本海一岸来因应，所以才产生这个结果。至于说这个架次啊会不会比较多啊？如果我们来看，如果是跟2022年12月来比较的话，的确是比较多。那但是我们看到2022年到2024年，其中的这一个时间里面呢，其实辽宁舰进行了一个入坞级的厂级维修，当时他的副舰长就告诉了我们，
它已经不是训练舰，它已经变成一个作战舰。我们就看到它的起飞的架次，蓝色的这个代表的是我们看到的歼15战机啊。那如果红色这部分，也就是直升机。为什么有直升机？因为现在以辽宁舰来讲，它的反潜以及它的预警都是由直升机来负责的。那如果我们按照刚刚讲到的055是不是能够因应这样的一个威胁？其实我们来看啊，055应对这些反舰飞弹啊，或者是你这一些空中目标，其实最重要的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个点，这个是什么？这个也就是我们今年在93阅兵的时候所看到的高功率微波的这个部分啊，是现在唯一有装上船的各国的舰艇，也只有055万吨驱逐舰。那这一个呢，如果说我们从这一个中国大陆，它在2014年哦，也就是11年前的这一个论文，我们就看到，其实他们对于这个高功率微波的设计呢，也就是如果按照万吨驱逐舰它的一个大小的话，那天线口径在23到25公尺的话，其实它可以打击的距离呢是50公里，所以非常的远。那这一次最主要的是什么？也就是高市早苗讲完不该讲的话，然后也不愿意收回的时候，其实也就是我们看到解放军启动了所谓的冷启动，也就是当初大家都不是常常有人讲说会有预警，会有侦后，其实都没有看到预警，也没有看到侦后，唯一看到的也就是当它出现在东海的时候，大家才意识到说它可能穿越宫古海峡。当大家认为它穿越宫古海峡要前进关岛的时候，没想到它往东北直上，然后接近奄美大岛，这个路径是第一次产生的。另外一个也就是拿敌练兵，这个我们刚刚讲冷启动跟拿敌练兵都不是编出来的名词，都是在解放军的准则教范里面是有这么一个名词的。拿敌练兵呢，也就是他拿着你对手来练兵，也就是我拿着你那个未来可能会变成对手的这一个部队，我直接来练你。为什么？因为我如果自己来练的话，总是我不知道实际上的准则教范是什么。可是我拿对手来练的时候，对手的我们讲到 rule of engagement， 也就是交战规则的部分，我就可以了解。所以我们这样讲啊，这一次对于日本来讲，它虽然不叫做这个黑船事件，可是震撼不比那个黑船事件来得小。对，好，我们现在看到，所以日本方面现在面对于来自于中俄之间的一个进逼，最新消息我们也要看到，所以日本又做了哪一些的动作？除了刚刚在军事上我们看到它的新动作之外，其实这一次呢，在军备上面，它直接快速的来加强它的反击能力，并且呢，增加自己的国防预算创下了新高。共同社特别做了披露哦，日本规划的是明年度2026年的防卫预算拉高到9兆日元。这个数字其实已经创下历史新高了。那他已经讲好了，这个重点放在2项，第一个就是长程飞弹，第二个攻击型无人机。但眼前的问题是，中俄都已经进逼到家门口了，日本现在做来得及吗？还是会把自己推向更危险的境界？杨老师怎么看？我个人觉得，从高市上来讲，台湾有事，然后呢，小泉进次郎的防卫大臣凌晨2点开记者会说。我们2架飞机被雷达照射了，这是一个很完美的媒体的操作，而且是有助于他们自己本身在就是整个防卫力量、军事武器以及国防预算的提升，然后呢更进一步的加大相关的部署采购。实际上，真的有炮舰外交吗？那刚才蔡委员讲得很对啊。那辽宁舰连奄美岛以北都没有去啊，没有接近东京湾呢、而好几次其他航程的，就是航空母舰到这个区域做演习的时候，一样的也有一些起飞啊，只不过是没有跟你的飞机去做雷达照射。所以这一整个过程当中哈，我的感觉我们要看透看穿，日本的媒体的整个以及日本政府在这个议题的。就是说，他的目的是要去，等于是撼动日本的安保政策。那他没有错啊，今年1年
的国防预算来到9兆日元，那他要去做长程的飞弹，那长程飞弹能够做多远？你不搭载这个核弹头的长程飞弹，你去打什么？你去打基地？前提是你要先被攻击，你能够先制攻击吗？你先制攻击，没有核弹头的长程飞弹打的基地一栋楼而已。所以它的目的是什么？无人机的这个防御。不过呢，它要做什么？它要把就是太空作战集团要建构一个新的这个规划，它把航空自卫队要改名叫航空宇宙自卫队啊，在日文宇宙类似航天。然后呢，要在冲绳那霸市的陆上自卫队本来的一个旅第15旅团，要把它提升作为师。换言之，如果真的要介入到台海的时候呢，在冲绳的这个第15师团，可能就具有它的这个角色。那我要请问是，他把整个5年以来45兆日元要花在这些部分去对付谁呢？如果今天对付韩国是有用，你对付北韩、朝鲜有没有用？那有核武啊。你对付中国大陆有没有用？中国大陆《纽约时报》这2天的社论才登呢。现在中国大陆在第1岛链有900枚飞弹。第2岛链范围可以打到第2岛链的1300枚，可以打到第3岛链的500枚，而其中有600枚是极音速飞弹。连美国的福特号要来援助台湾之前就会被打掉，日本能够做什么？所以在这里啊，我觉得其实日本要作为一个美国的副警长的角色哈，配合的这个军力的提升是蛮清楚的。而在这个事件当中，这整个新闻以及议题的操作哈，是符合日本右翼它整个去撼动改变日本安保政策的一个就是基础。好，谢谢杨老师。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